2年前，他刚刚就任台湾总统，外界最担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台海会不会更加危险？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马上动我华人道。2年过去了，大陆军机绕台越来越频繁，赖清德下台，岛内政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撕裂。任期过半，赖清德一边用新两国论挑战两岸关系，一边用强硬手段影响岛内政坛。赖清德一门心思要搞台独，那结果是把台湾民众带上了不安全的道路。我们可以形容他是一个钢索上的铁头硬汉，他很想往前走，但是呢，他的每一步可能都会踩得很重，然后也举步维艰。赖清德治下的台湾是否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转折点？本期世界大解说陪你一起检视他的总统期中考。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2026年5月20号，赖清德在自己执政2周年的讲话中提到了两岸的交流。不过，这番表态并未缓和北京方面的不满。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的翻新花样，炒作新两国论，竭力的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两岸和平破坏者。就在2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两人在北京举行会谈，自然也绕不开台湾问题。中方在会谈结束后的文告里说，习近平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美方公布的会谈简报中却对台湾问题只字未提。不过，在之后的媒体访问中，特朗普还是公开谈到了自己对台湾问题的看法。So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此外，习特会结束不到1周，美国海军代部长也对外表明，确定暂缓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种种迹象似乎证明，习特会后，两岸实力的天平又进一步往大陆倾斜，而美国的对台立场也更趋谨慎。再看台湾方面，赖清德很快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他强调维持台海与区域和平稳定始终是台湾一贯且坚定的立场，而且自己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现状，并不存在台独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出来，这件事情对民进党他们感觉到是相对是不安的。到了特朗普的时候，展现非常强大的一种交易性的现实主义嘛，他开始更强调，你到底你要付出多少防务成本啊？你要自我防卫。他也开始去算说，你从我这边偷走了多少的晶片产业。所以赖政府他所面对到的美国的状态，跟蔡英文时期，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依稀感觉得出来。可能在这一次特朗普去北京访问之后，美国它的这个战略模糊的砝码一个天平，过去它比较朝向警告北京，你不要用武力去改变台海现状。那这个模糊现在可能也同时在警告台湾，你不要因为有了美国的支持，那你就要走向法理台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赖清德需要出来解释说，我不会再宣布台独，因为呢，现在的现状就已经代表台湾是一个独立的状态了，所以他也无意改变现状。最近的一连串风波后，美国在对台问题上趋向谨慎，但民进党与北京的关系依然对立，未来是战是和，一切都充满变数。说起来，两岸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其实早在赖清德竞选台湾总统时就已经埋下伏笔。2024年初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在民进党、国民党和新崛起的民众党三足鼎立间拉开帷幕。时任台湾副总统的赖清德代表绿营民进党出征。
他曾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还拉来台独立场同样鲜明的萧美琴作为竞选搭档，被大陆国台办批评是毒上加毒。最终，赖清德获得550多万张选票，赢下了三角战。不过，他的得票率只有40%，是台湾总统直选以来的第二低，也远逊于前任蔡英文50%多得票率的成绩。总统选举的结束，标志着新一轮风暴的开端。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赖清德直接讲出了一套极具争议的两岸论述。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演说明摆着就是要搞台独，在两国论的框架里边搞台独路线。这一个动作引起了中国大陆的高层极端的不满，然后发起了又一轮的对台的军事演习，不仅在军事行动上，也包括法律层面上，都明显的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的一种和台独对抗的一个态势在发展，在坚决的打击台独的分裂的行径。在同时，民进党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大陆在两岸政治上进行对抗。他今天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个身份，是把台湾的政治、把台湾的安全、把台湾的前途都压在他的政治上的冒险的时候，这就很危险。那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浮现，赖清德这些动作的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继续走下去。他自诩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是他一直坚信的一个信念嘛。他的政治使命从他从政以来一路走下来，我们观察到他的言行是一致的啦，就是朝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论述的。他的性格呢，也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是很强硬的，或者是说他是很坚持的一个人哦。从理性或者我们从结构性的层面来看的话，他的执政是少数执政在台湾的立法院呢，基本上是一个朝小野大的一个局面，所以说他很大程度必须要巩固他的基本盘所以他在论述上面，他一定会相对的比较保守，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强硬。朝小野大是赖清德总统任内最核心的政治困局之一。这个局面的形成同样要追溯到2024年的那场大选。那年和总统选战同步进行的还有立法委员的选举。113个立委席位中，国民党跟民进党分别斩获52和51席，第二次参选的民众党则拿下8席。民进党在立法院丧失多数，形成朝小野大的局面。随后在野的国民党与民众党联手，推举国民党籍的韩国瑜出任立法院长，民进党自此难以掌控议程主导权。接下来立法院就成了两派斗法的火药桶。2024年5月，蓝白阵营推动立法院改革法案，第57条条文修正通过，希望赋予立法院调查权和听证权，引发了亲绿团体的大规模抗议。随后，赖清德政府通过大法官释宪，把法案几乎全数判成了违宪。大家滚上委员在后。到了2026年，双方又在军购条例上缠斗。由于在野阵营的成功配合，立法院最终通过的预算案金额只是民进党政府原本提案的60%多。而真正把对立推到高点的是2025年的那一波大罢免。为了翻转立法院结构，台湾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针对2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还有民众党籍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行动。结果遭到罢免投票的立法委员全部顺利过关，大罢免反而对赖清德政府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我们看到的是赖清德在大罢免投票前这种党内的一个动员性了以及他本人也对这个议题是站在一个支持的面向嘛，那并没有说去寻求太多的一个朝野和解的空间。如果从这些要被罢免的这个蓝营的立委来说的话，那他当然就你曾经要把我给干掉嘛，这个仇恨就结起来了嘛。除了在政治人物之间之外，这个民众之间的对立啊，它其实也被拉高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说，在赖清德到2028以前，这个朝野的对立是会持续下去的。而这把火不止在立法院里烧。2024年下半年，赖清德总统选战的对手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相关案件被司法调查，最后身陷囹圄，基本无缘下届总统选举。民众党因此受到重创，未来绿白合作的空间也几乎被直接封死。赖清德，我绝对不会投降。与此同时，国民党新任主席郑丽文在2026年4月底访问中国大陆，并会见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在两岸议题上建立新的对话空间，也为国民党争取额外的政治筹码。岛内政治在多条线同时拉扯之下，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赖清德本人也即将面对总统任内的第一个大考。2026年11月底，全台22个县市与直辖市会进行地方政府改选，也就是俗称的9合1选举，选情将决定蓝绿白政治版图的消长。上届9合1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民进党则遭遇近年来最惨重的一次地方败选。时任党主席蔡英文随后请辞，而赖清德则在之后接下民进党主席的位置。如今2年总统任期过去，赖清德不仅面对朝小野大的执政困境，还在党内推动肃贪与权力整顿。年底这场9合1选举，他能否带领民进党止跌回稳？民进党基本上可以维持上一次选举的一个姿态，反而会在其他的一些县市长的选举里边还可以多拿1-2个，甚至于2-3个。这主要是2022年确实民进党9合1选举败得蛮惨现在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回调。赖清德在政治上不加分，在政治上处在一个坡脚的地位，然后大罢免有失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民进党要在今年年底的9合1选举里边要获得大胜是不太可能。即使在地方选举出现很大的变化的话，但是很难在台湾的政坛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民进党的特性就是他不管在党内这种厮杀再怎么厉害，那当他进到了选战的时候，他是会一致对外的。这个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状况如果不好的话，他一定会冲击到赖清德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再加上如果他没有办法展现对于对美关系的一个掌控，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民进党党内的其他势力可能就会开始想要挑战他的位置。对许多台湾中间选民来说，比起意识形态，他们更在意的往往还是跟柴米油盐相关的经济与民生问题。去年我们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为 8.68%， 就业情况15年来最好，人均 GDP 更已经超越日韩。但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有在餐饮、零售、服务行业的民众而言，高科技产业赚到的钱，并不一定能平均流进每个人的口袋。再加上国际局势动荡，能源价格波动，特别是近期伊朗局势升温之后，不少台湾民众对于生活成本的焦虑依旧相当明显。赖清德在
就职2周年的这个演说里面，他也坦诚了嘛，就是这种亮眼的经济成绩不能够只停留在报表上，所以他也提出了这种所谓的1000亿的传产智慧计划嘛，企图去用这种大福利的一个手段去冲淡这个年轻世代的生存焦虑。不过我们也要想，这个政策要8年，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这些产业要去平分，其实有点杯水车薪啦。说实在话一旦你要去发展这些国防的产业也好，或者是说军购啊等等，那大家也会担心会不会压缩到这些福利政策的一个预算，所以它其实是很困难的。特别他又在一个朝小野大的分裂政府的一个状态之下执政，我们可以形容他是一个钢索上的铁头硬汉，但是呢面临着内外交迫的局面，他很想往前走他也确实提出了很多的计划，但是呢他的每一步可能都会踩得很重，然后也我们可以形容是举步维艰。那至少到2028年这个局面我觉得不会获得太大的改善。从台海局势到朝野对立，从中美博弈到民生压力，赖清德上任2年来，台湾社会面对的恐怕早已超脱了单纯的蓝绿之争。作为总统的赖清德，接下来还能获得多少民意支持？年底9合1选举的结果或许会给出一个答案。但真正的问题是，在越来越危险的台海局势之下，留给台湾社会的试错时间究竟还剩下多少？